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俄主持人公开呼吁对星链实施核打击。波罗的海三国联手打造军事深根区，北约最强2栖舰队集结驶向波罗的海。据莫斯科时报报道，克里姆林宫顶级宣传员索洛韦约夫在国家电视台黄金时段公开提议在太空进行核爆，以摧毁 SpaceX 公司的星链卫星。此前，埃隆·马斯克已证实应乌克兰要求，正式限制俄罗斯军队在争议地区使用星链终端。根据马斯克发布的声明，俄军未经授权利用星链系统控制攻击性无人机。作为反制措施 ，SpaceX 已将俄方终端的飞行移动速度限制在每小时75公里，这一速度远低于俄军自杀式无人机每小时180至270公里的作战时速，导致其远程打击精度与引导能力大幅下降。乌方目前正与 SpaceX 合作建立终端登记册，旨在彻底禁用所有未经授权的非法连接。面对这一技术封锁，索罗维约夫显然破防了。其在节目中将星链描述为合法的军事目标，声称马斯克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对抗俄罗斯。尽管现场嘉宾提醒，太空核爆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也会同步摧毁俄罗斯自身的卫星资产，但索罗维约夫竟辩称，考虑到俄罗斯当前的技术落后，这种互惠损失对莫斯科反而是有利的。这再次暴露了俄罗斯在常规技术手段受限后的焦虑心态。在俄罗斯叫嚣核升级的同时，北约东翼国家正在通过制度变革提升实战反应速度。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防长已正式签署协议，宣布建立统一的军事机动区，旨在打造一个东部的军事深根区。该协议的核心是彻底铲除军事调动中的官僚障碍。爱沙尼亚防长佩夫库尔指出，以往即便是参加军事演习，也需要处理海量的文书工作。新机制将最大限度地消除行政负担，使三国武装部队能够以标准化的方式快速调动重型装备。这意味着在危急时刻，立陶宛的防御力量可以瞬间支援里加，爱沙尼亚的火炮也能无缝衔接支援维尔纽斯。每1小时的行政节省都将转化为前线的生存机会。这种防御姿态的加强源于对俄罗斯潜在挑衅的深度警惕。在安全会议上，瑞典武装部队司令迈克尔·克莱松公开警告，俄军可能采取短期占领波罗的海北部岛屿的战术，并将其包装成保护航行自由的政治行动。这种设想的目的并非单纯掠夺领土，而是为了试探北约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的反应速度，以此震慑并分化北约盟国。为了回应这种潜在威胁，北约多年来最强大的2栖舰队已于2月1日正式起航。一支由西班牙海军领导的多国编队正离开罗塔基地，开启坚定飞镖26演习的海上阶段。此次编队规模宏大，西班牙2栖攻击舰卡斯蒂利亚号担任指挥舰，由防空护卫舰克里斯托瓦尔科隆号随行护航。更引人注目的是，土耳其2栖特遣队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其中包括具备先进无人机作战能力的攻击舰阿纳多卢号，以及3艘土耳其主力战舰。这支拥有2000名水兵的海军陆战队的联合力量，配备了大量直升机、侦察无人机及2栖装甲车。舰队正向北穿行，前往波罗的海，预计将在德国基尔与北约常设海上第1大队会合。此次演习旨在展示北约在复杂安全环境下跨长距离快速集结并维持多国打击力量的实战能力。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后续报道火力军将持续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